我和我的命项目资料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。梁晓声原名梁少生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。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，已发表作品《人世间》《我和我的命》。项目名称《我和我的命》，题材类型女性励志，年代情感。开机时间2024年11月26日，拍摄地点深圳、贵州，拍摄周期115天，出品公司优酷、酷米工作室、长信传媒，导演百山唐朝诡事录，编剧郭靖宇最美的青春，集数30集42分钟，监制谢颖，制片人王永辉。我们无从得知命运，我们是命运本身。故事简介：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西南山区禹县一个叫神仙顶的地方，何永旺妻子何花早产生下家里第3个女儿，这让家徒四壁的何家更无力养育。无奈之下，何氏夫妇将新生女娃偷偷遗弃在接生的方靖瑜医生家。方靖瑜家历代行医，在禹县颇有名望，但她与丈夫孟思远结婚10年，却一直无子女。而这个被遗弃的女娃爱笑可人，惹得方靖瑜十分怜爱，觉得冥冥中与方家有缘，于是说服丈夫孟思远收养，并取名为方婉之。在方靖瑜夫妇精心呵护下，方婉之童年快乐无忧。时光飞逝，已在师范大学中文系念大3的方婉之，养父孟思远升任禹县副市长，母亲已担任县卫校校长。她也结交了身为校学生会主席的男朋友韩冰。好景不长，方院长病重，临终前留给方婉之一个10几万巨额的存折，同时还有一封交代方婉之真实身世的信。方婉之知道后难以接受事实，纠结之下回到神仙顶，简单探望完生父与家人后，留下了3000块钱，想以此了断与神仙顶的关联。然而神仙顶的亲戚们得知方婉之回来了，且是孟副市长养女，接二连三地找他求助办事，这给方婉之造成了巨大困扰。不久，男友韩冰暴露面目，他与方婉之恋爱只是想通过他养父孟思远关系拿下政府工程项目。学校频发对他的流言蜚语，方婉之决定退学。可回到家后发现养父孟思远身旁已经有了新人，这一刻方婉之感觉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，她毅然决定离开。漫无目的下，她孤身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。1995年的深圳，在所有人看来是遍地充满机会的地方。方婉之先找到一份工地，帮助工作生存下来，成为一名外来打工妹，月收入比内地同工作要高出2、3倍。她也告知了养父和神仙顶家人自己的近况。在工地上，她也结识了丽娟、郝倩倩2位年纪差不多、出身背景各不同的好闺蜜，计划一起度过在外打工的第一个春节。这时，方婉之收到神仙顶亲戚杨辉的信，杨辉找她借3000元去当兵。方婉之念及旧情，便把自己攒下的工钱都借了回去。本以为工地春节会发奖金，岂料工地财务赖账不给。窘迫愤怒之下的方婉之跟老实的工友们提出可以用法律维权，经过一番交涉，顺利拿回奖金。年后工地不再承诺包吃，解散了食堂。郝倩倩迅速与包工头儿子刘柱结婚，方婉之则进到一家服装厂工作，她也把李娟介绍了进来。然而李娟男友意外逝世，李娟忧心结虑也病倒，重情重义的方婉之辞去工作照顾她。就在方婉之陷入无工作无收入的窘境时，养父孟思远带着方靖瑜留给他的存着来到深圳，父女重建。方婉之在见识到深圳发展速度后，决定拿这笔钱自己干。她利用之前服装厂的渠道租下仓库做牛仔裤销售，但没多久红货的生意因为仓库区改造只能停摆。一直欣赏他的服装厂年轻老板黄耀东建议他抓住深圳创业机会，自建服装品牌。两人放弃代工模式，迅速组建团队，创办自有服装厂。在奋斗期间，他与黄耀东日久生情，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公司发展顺利，年利润甚至突破100万。可不久，来钱太快的黄耀东因涉赌赔光了自己身家，甚至搭上了方婉之所有的钱。黄耀东潜逃外地，方婉之重回原点。到了1998年，方婉之在一家彩业包装公司上班做秘书。这时深圳公布人才落户政策，方婉之意识到文凭的价值，她拉李娟一起报了朋友高翔的业大补习班。不久，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，方婉之向总经理严紫薇提议，利用此机会拓展国际业务。严紫薇让她负责这次的技术引进和渠道拓展，方婉之带领小组顺利完成。欣喜之下，严紫薇不仅给她升职，还提供了高档公寓居住。而李娟则开了一家士多店，生活也宽裕了起来。而另一个姐妹郝倩倩被丈夫留住，家暴重伤，无人照料。方婉之毅然承担起救护工作，
住院期间又几乎花光了他的存款。李娟则因为竞争缘故，士多店生意一落千丈。就这样，在低谷中，方婉之和姐妹们怀着信心和喜悦，期待千禧年的到来。潜逃的黄耀东落网，方婉之与颜子薇确立恋爱关系。可不久，方婉之意外发现，身家富贵的颜子薇早已结婚，方婉之决然分手。2000年，方婉之发现玩具行业如火如荼，她再次激起创业之心。这次她先前往全国各地考察，最终在深圳筹建自己的玩具厂。叶大老师高翔也加入了其中，一起帮忙。方婉之和高翔积极寻找设计师、技师、厂房，建立完善的生产标准体系。这时，当兵的杨辉及时出现，不仅将钱还给了他，还给他介绍了大量老乡，缓解用工问题。玩具厂艰难起步，但方婉之充满信心。2001年，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WTO。方婉之利用之前和海外打交道的经验，获得多个海外订单。2004年，温博会正式诞生，并扎根落户深圳。方婉之与团队扎根在机遇充足、飞速发展的深圳，将玩具生意推入更大规模和市场。李娟和郝倩倩两位姐妹与她不离不弃，也在成功之后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。只是方婉之和高翔始终以知己相处。生父和永旺患病，方婉之毫不犹豫将其接到深圳治病疗养，而养父孟思远则与他时不时电话问候。自离开玉县20年，方婉之的玩具事业已成产业，并顺利在深交所敲钟上市，公司已然成为董事会一起治理的集团企业。方婉之收养了孤儿方妙妙，与高翔一起回到了故乡神仙顶，这座大山里的农产盐香料成为他的新目标。在年近50的方婉之看来，他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。人物简介：方婉之一出生便被神仙顶的父母遗弃，她幸运地成为孟思远和方靖瑜的养女，以玉县县长女儿身份，在优越环境中长大，受到良好的教育。直到方靖瑜去世，她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并在经历一连串事件打击下，20岁的方婉之决定退学离开家乡，冒险去深圳重新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她从帮厨开始做起，结识了李娟与郝倩倩3个姐妹，在一路过5关斩6将，在时代浪潮中浮沉打拼，几经生死，几起几落。方婉之在经历了韩冰的背叛后，似乎爱情运一直很差。黄耀东、颜子薇都是他情感上的过客，给他带来无限的伤痛。唯有一直与他不对付的高翔，始终默默陪伴在他身边。方婉之一直想摆脱那所谓的天命，却在经历了各种成功与失败后，逐渐与命运和解。温文尔雅，清高朴素，来自上海，80年代就到深圳打拼。此后，深圳某高校做老师，也是深圳某业大的培训老师。他与方婉之初识在招聘会，他一心希望方婉之上业大提升学历，弥补遗憾，却因为情商欠缺，出口成伤，让方婉之对其极度厌恶。两人多年后再次在业大相逢，高翔对其格外上心，而方婉之依然瞧不上他。在对方婉之商业指导后，两人逐渐又升温，但高翔贸然向方婉之告白，却换来对方的厌恶。多年来，高翔始终不知道自己内心对方婉之的情感如何落地，是否真意，唯有一路默默陪伴。无论在生活还是在事业上，都给予方婉之最大的帮助。这既是对方婉之情感的触碰，也是对自己内心不断的认识。来自东北农村的姑娘，初中辍学到深圳打工，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她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，她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别人而赚。她曾与周连长真心相爱，怎奈周连昌在洪水救援中牺牲。她与方婉之在帮厨时相识成为好友，也为郝倩倩挡过一刀。她是方婉之的最强后盾，一路共同成长。她也在45岁时，终于收获了梦寐以求的爱情。郝传倩与方婉之、李娟因同住一个集装箱成为好姐妹。她从未上过学，身世复杂，早早进入社会，自有一套圆滑适快的处世之道。她嫁给刘柱，为其生一子后再闯深圳。当她另攀高枝，刘柱前来理论，却动了刀子误伤了李娟。后来她进入保险行业，小有成就。在患上乳腺癌后，与刘柱化解误会，彼此祝福，也与自己的姐妹从一而终相守。方婉之养父，玉县县长，临江市副市长，沉稳儒雅，有原则，有能力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一路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。与方靖瑜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，在平等沟通的基础上，接受了妻子收养方婉之的决定，并悉心教育方婉之。妻子过世后，思远一面处于悲伤中，一面要在百忙中处理与方婉之复杂的父女关系，身心俱疲。他是方婉之的父亲、启蒙老师和人生导师，严厉而不失温度，在很多重要时刻既尊重方婉之，也为方婉之指明了方向。玉县医院妇产科主任、
护校校长，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女性，善解人意。其家族为玉县的妇产科、育儿科、福利院等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自己也接生了无数孩子。自己和家族在玉县的声望都有口皆碑。方静豪与孟思远结婚10年，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机会要孩子，偶然接生了方婉之并收养下来，对方婉之倾注了无尽的母爱，以至于害怕方婉之提及神仙顶这个地方，很担心失去这个女儿。但病故前还是选择写下一封信，将身世告诉方婉之。实生土长深圳人，富二代，生长在单亲家庭，与母亲瑶瑶相依为命。他的人生之路完全随着母亲瑶瑶的命运走向而延展。瑶瑶嫁给香港宏图集团董事长严紫薇，也随了继父的姓，也娶了继父的爱女。但因为妻子无法生育而苦于无法继承严氏企业，于是在瑶瑶的精心策划下，在表姐姚兰云的运作下，严紫薇向方婉之撒下了一张巨大的渔网。这期间，严紫薇被方婉之的真实与真诚所打动，真心的爱上了方婉之。但只永远包不住火，瑶瑶的伎俩终被方婉之识破。方婉之果决地斩断了他与严紫薇之间的情丝。及至后来，离异后的严紫薇依然迷恋方婉之，再度表白不成，便在事业上攻击发难方婉之。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方婉之的心以及他的爱。项目亮点，我们唯一表达的就是命。人有3命，一是父母给的天命，二是由在生活中经历所决定的使命，三是文化给的自修命。让故事从头说起。故事自贵州山村至深圳都会，通篇具有平凡却也是生活和命运的深刻解读。项目唯一核心是女生命，故事无关男女性别叙事，无关言情，甚至女主并非女主就是主角，不需要女字性别标签。平凡女性传奇叙事，她的命亦是我的命。平凡而忙碌的一生，悲喜复杂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。女儿要做好人，要一生做平凡的普通的好人。这就是方婉之的故事。爱情和人生没有男主角，恋爱起初会使人智慧，深入下去才变傻。韩冰的功利，黄耀东的背叛，严紫薇的欺骗，高翔的相知，这就是方婉之的爱情。亲情和友情是命运的脉，演好人生每个角色中见自己。和永旺的血缘，孟思远、方靖瑜的恩养，郝倩倩的共男，李娟的同福，这就是方婉之的生活。